电影《谍影重重》有一个经典场景，失忆的杰森·伯恩坐在路边的小餐厅里，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却跟对面的女孩说 I can tell you the license plate numbers of all 6 cars outside. I can tell you that our waitress is left-handed and the guy sitting up at the counter weighs 215 pounds and knows how to handle himself. I know the best place to look for a gun is the cab of the gray truck outside. And at this altitude, I can run flat out for a half mile before my hands start shaking. Now, why would I know that? 伯恩失去了记忆，但他受过的训练没有被抹去，那些训练已经改变了大脑的神经回路，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这可不是电影的夸张。伦敦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做过一项持续多年的跟踪研究。伦敦的出租车司机需要记住全城25000条街道和数千个地标。经过3-4年的训练，通过资格考试的司机负责空间记忆的海马体灰质体积显著增大了。没通过考试的人则没有变化。同样只跑固定路线的公交车司机也没有变化。这项研究不仅推翻了成年人大脑结构无法改变的旧观念，更证明改变大脑靠的不是天赋，而是科学的训练。因为信息要变成长期记忆，需要走完从输入、编码、提取到巩固的完整链条，跳过任何一步，学过的东西都很难留住。今天这几个方法就是美国中情局和海豹突击队沿着这条链条设计出来的实训技术。当然，我们不需要成为特工，只要借用他们的方法，就能让你学得更快，记得更牢。先问一个问题，面对高压任务或者复杂的学习，你要做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海豹突击队的答案是呼吸。他们在窒息演练、实弹射击、跳伞之前，都会先做箱式呼吸。操作非常简单，用鼻子吸气4秒，屏住呼吸4秒，呼气4秒，再屏住呼吸4秒，连续做15到20个循环。你可能会想，不就是深呼吸吗？能有什么用？我们大脑深处有一个叫蓝斑核的区域，控制着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去甲肾上腺素的浓度直接决定了注意力状态。浓度太高，你会焦虑，无法集中精力；浓度太低，你会困倦，提不起精神。箱式呼吸通过缓慢均匀的节奏，把去甲肾上腺素调节到最佳水平，清醒但不焦虑，同时激活迷走神经，帮你降低心率和皮质醇水平。斯坦福大学的一项随机对照实验也证实，每天做5分钟的结构化呼吸练习，能显著降低焦虑水平和静息呼吸频率。所以，先把大脑调整到最佳状态，后面的方法才能真正起效。状态调整好了，但你真正开始学习的时候，周围不太可能是完全安静的。办公室有同事在聊天，咖啡馆有背景音乐，家里可能有人在走动。多数人会觉得这些是干扰，恨不得找一个完全隔音的房间。实际上，适度的噪音不仅不会妨碍学习，反而能帮你学得更好。这背后有一个鸡尾酒效应。在嘈杂的鸡尾酒会上，几十个人同时说话，居然能准确地追踪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大脑并不是把其他声音完全屏蔽了，而是主动降低了他们的信号强度。但如果有人突然喊你的名字，你还是会听到，因为大脑后台一直在判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关键在于这套过滤能力是可以训练的。研究发现，当你反复在有干扰的环境中学习，大脑会逐渐学会在干扰到达意识之前就把它压下去，而且压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准。更有意思的是，在大约70分贝的中等噪音下，差不多就是热闹的咖啡馆，大脑的深度加工能力反而明显优于完全安静的环境。因为轻微的噪音迫使大脑投入更多资源来处理手上的任务，加工深度反而提升了。心理学家管这种现象叫合意困难。当下感觉稍微费力，但大脑为同一个知识建立了多条提取路径，长期记忆的效果反而更好。而且在不同环境下学过的知识，不会因为换了个地方就突然想不起来。中情局的压力接种训练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们不会让新手第一天就在爆炸声里做认知任务，而是从低强度的环境噪音开始，逐步增加干扰的复杂度和强度。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一开始在轻微的白噪音或者雨声中学习就好，适应之后
可以换成非母语的环境声，比如一段外语播客或者异国城市的街头音效。再往后去咖啡馆，让自己在母语对话声中保持专注。关键是循序渐进，不要一上来就把自己扔进最吵的地方。能在噪声中保持专注了，接下来要训练的是怎么在短时间里抓住并记住大量信息。这个训练方法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来历。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在小说《基姆》里写了一个情报机构的训练官把15颗宝石摆在铜盘上，让2个受训的年轻人看，然后盖上布。训练有素的那个男孩能准确说出每颗宝石的颜色、大小、有没有裂纹，在盘子的什么位置，而没经过训练的主角基姆只能说出个大概。训练官跟基姆说，这件事你能做得到，靠的就是练，想清楚怎么做，然后去做。这个练习后来被英国军情处正式采用，2战时期美国把它列进了特工训练科目。现在它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基姆游戏。中情局和海军陆战队至今还在用。10到20个物品摆在桌上，让你观察60秒，然后盖住，但不能马上回忆，要先去跑5英里做战术演练，隔上几个小时才能交报告。而且报告的要求非常具体，不能写1颗子弹，你得写 7.62 乘51毫米黄铜弹壳，底火有击打痕迹，弹颈有凹痕。为什么普通人一开始只能记住简单的几样东西呢？因为我们的视觉工作记忆有一个硬性的瓶颈，一次只能真正抓住3到4个完整物体。但训练可以绕过这个瓶颈，方法不是强迫自己同时记住更多东西，而是学会分组，把零散的物品归类。比如3件金属工具算一组，4件文具归一组，每一组当做一个整体来记忆，这样4个记忆单元就能覆盖10几件物品。哈佛医学院曾让一组医学生接受8周的结构化观察训练，对照组不做任何训练，结果训练组在临床体检中对细节的观察准确率提高了 38%。 观察力不是天赋，它是一个可以练出来的技能。你今天就可以试试，找一个托盘，摆上10到15个日常物品，钥匙、电池、回形针、硬币，随便什么都行，看60秒，再用布盖上，然后写下你记住的所有东西，尽量把细节写具体，什么颜色、什么材质、大概多大，放在哪个位置。等你熟练了，可以每周多加2、3个物品，或者把观察时间缩短到30秒。信息捕获到了，但看到不等于记住了，怎么才能让看到的东西真正留在大脑里呢？特工在执行任务之前，会把整个任务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可能出问题的环节、每一个应对方案，全部在脑子里从头到尾预演一遍。这个方法叫神经预演。哈佛医学院的 Pascal Lyon 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他把从没弹过钢琴的人分成2组，让 A 组在键盘上练琴5天， B 组完全不碰键盘，5天都只在脑子里想象自己弹琴，想象手指的动作、按键的顺序、发出的声音。结果 B 组的运动皮层变化程度和 A 组几乎一模一样，而且 B 组在第5天只做了1次真实练习，弹奏表现立刻就追平了练5天的 A 组。也就是说，大脑在想象一个动作和真正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运行的是同一套神经程序。斯坦福大学做过一个跟考试相关的实验，在考前把大学生分成3组，一组想象自己拿了高分时的兴奋，另一组想象自己每天坐在桌前复习的过程，翻开课本做笔记解题，第3组什么都不做。结果想象学习过程的那组平均比其他2组高出8分，他们更早开始复习，总学习时间也更长，考前焦虑还更低。所以有效的心理预演，关键不在于想象结果，而在于想象过程。还有一点很重要，你不能只在脑子里看画面。研究发现，同时调动多个感官去想象的时候，手握笔的触感，内心默讲概念时的声音，专注时身体沉稳的感觉，激活的神经回路要比纯视觉想象深得多。具体怎么做呢？你可以在开始学习之前，先坐在平时学习的位置上，闭上眼睛，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按照真实的速度，
在脑子里走一遍接下来的学习过程，打开哪本书，翻到哪一页，怎么做笔记，怎么解题，同时去感受触觉、听觉和专注时的情绪状态。这里还有特别重要的一步，故意想象可能遇到的障碍，比如想拿手机的冲动，或者遇到看不懂的段落，然后在脑子里预言怎么应对。比如深呼吸一次，把手机翻过去，把那个难点拆成更小的部分。整个过程10到15分钟就够了。做完之后，立刻开始真正的学习。到这里，编码就完成了。下一步是给这些信息找一个存放的位置。记忆宫殿就是最好的选择。利用大脑对空间位置的天然优势，把需要记的内容放到你特别熟悉的空间里，比如你家的客厅、卧室、阳台，或者你每天上班经过的那条路线。需要提取的时候，你只要在脑子里走一遍这个路线，信息就会跟着一个个位置被唤醒。记忆宫殿的原理和详细操作方法，我们之前专门做过一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信息存好了，不等于真的掌握了，那怎么验证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说出来。特工在出发执行任务前，有一个回讲的环节，就是用自己的话把任务的核心要点从头复述一次，目的是确认双方的理解完全一致，同时暴露理解中的漏洞和含糊地带。这跟费曼技巧的核心是一样的，就是用你自己的话讲出来，讲不清楚的就是你还没真正理解的地方。如果身边没有人可以讲，你可以打开手机的录音功能，讲给自己听就行。回放的时候，你马上就能听出来哪里含糊了，哪里跳过了关键的环节。详细的原理和方法可以去看我们费曼技巧那一期。在接下来的7、8个小时里，大脑会替你自动完成最后一步，也是整条链上最容易被忽视的一步。认知心理学家做过一个经典实验，让2组人学习完全相同的词汇表，一组安排在晚上睡前学，另一组安排在早上学。48小时之后测试记忆，结果睡前学组的成绩远远高于早上学习组，并且即使2组人在测试前都受到了信息干扰，睡过一觉的人还是比没睡的人多记住了16%。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睡前学的东西会直接进入深度睡眠的巩固周期。神经科学家用电极记录了大脑在睡眠中的活动，发现白天学习时激活的神经元在深度睡眠中会以5到20倍的加速重新激活。大脑在你睡着的时候会把白天学到的内容加速回放，将信息从海马体搬运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存储。所以你可以在睡前30到45分钟做一次主动回忆，不要翻书，闭上眼睛，回想一下今天学了什么，能想起多少算多少。回忆完之后，不要再看手机，直接睡觉。在睡前做3次深呼吸，不仅可以让你快速入睡，记忆效果也会更好。今天从箱式呼吸校准状态到睡眠中完成巩固的7个方法，覆盖了大脑从接收信息到长期记忆的完整链条。特工没有什么超能力，只是每天用科学验证的方法进行练习。你不需要同时做7件事，先挑一个开始就好。可以是今天睡前闭上眼，花5分钟回想一下今天学了什么，或者明天学习之前先做4分钟箱式呼吸。